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 Dom。之前咧都隔咗一段幾長嘅時間，差唔多3年咧冇拍片同大家見面啦。直到最近又出下片啦。有朋友就睇完咧就留言就話覺得我咧好似比以前咧就瘦咗好多。的確咧我係比以前係瘦咗嘅，因為咧我真係有嘗試去減下肥嘅。今次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，到底我係做咗啲乜嘢咧去瘦身嘅咧？好在咧，本身我就唔算係一個肥仔底嘅人嚟嘅，即係話咧，就算係我肥嘅時候咧，起碼望落去啲手啊、腳啊，都唔會話好明顯覺得好肥啊。但係始終嗰啲脂肪咧都會積聚晒喺中間嘅位置啦，即係就會有個肚腩突咗出嚟。曾幾何時咧，我都有 fit 過下嘅，但係就唔好問我幾時啦，因為呢啲通常都係講緊係仲係讀緊書嘅年代啦。當時一定係比較多時間會去做運動啦，游水、打波啊、跑步啊、做 gym 啊等等啦。不過喺畢咗業出嚟做嘢之後咧，就自然就會有好多唔同嘅藉口啦，多嘢做啦，太忙啦，冇時間啦，攰啦，其實最主要都係懶啦。就自然就好少會去運動啊。我身形咧就好難會 keep 得到啊。其實好多時咧，我都有心想去做翻運動咧 keep 翻下。不過咧，通常都係講多過做啊。例如有時我會諗咧，不如 join 個 gym 啦，做翻運動。但係跟住我又會諗咧，如果我 sign up 咗之後又冇時間去，咁咪嘥錢咯。所以一直以嚟咧，我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唔同藉口啦。最後咧，我都係冇呢個運動嘅習慣，亦都冇特別去注意或者去節制飲食啦。咁就出事啦。喺2022年嘅時候咧，我就幫自己影咗呢啲相咧嚟警惕一下自己啊。當時其實都唔係話真係好肥好肥啦，但係個肚腩望落去咧，感覺就唔係幾健康啦，同埋每次着衫咧個肚腩都一定係突咗出嚟嘅。直至到舊年即係23年嘅5月左右咧，有日我就經過一間賣運動器材嘅鋪頭咧，見到呢一部叫做 Speediance 嘅智能 Home Gym 啊。入去試玩咗一陣之後咧，都幾好用，幾啱我自己，同埋佢佔嘅地方唔多啊，都幾唔錯。考慮咗一陣之後咧，最後我就博取買咗。等咗2個星期左右咧，佢又送到嚟我屋企啦。我都開始咧就用呢一部機咧去做 gym 啦。我記得咧喺6月中嘅一個下晝咧，我就百無聊賴坐咗屋企啦。突然間心血來潮咧，我就喺度諗啦，既然我開始做翻 gym 做翻運動，點解唔試下做下啲帶氧運動咧？嗰日我就好即興咧，走咗去游水。又過咗2日之後咧，我又諗點解唔試下跑步咧？基本上咧，以前係除咗中學嘅時候咧，每個星期體育堂會跑步之外咧，之後咧係從來都未試過有呢個跑步嘅習慣。嗰晚我都走咗出去跑啦，10幾20年冇跑過咧，第一次走去跑咧，當然係比較辛苦啦。所以嗰晚咧，我其實每跑幾百米咧，我就要停低喺度咧，就喘下唞下，就係咁樣咧，跑下停下，跑下停下咧，最後我第一次咧就係跑咗5公里嘅。起碼我都知道原來自己都可以跑到下嘅，不過可能就需要啲時間去 train 一下啦。之後咧，我又想多元化啲啦，所以咧我就開始咧 join 埋啲 friend 咧一齊去運動啊。好快咧就喺我嘅日常生活裏邊咧就加入咗運動呢一個元素啊。當時基本上咧每個星期可能都有5日咧會有運動啊。會去做 gym 啦、跑步啦、行山啦、游水啦、踩單車啦、打羽毛球啦等等。如是者咧，經過咗7月、8月、9月啦，9月嘅時候咧，我仲走去報咗名參加呢個渣打馬拉松啊，人生嘅第一次啦。第一次當然只係報咗10K 啫。呢個時候咧，我就諗啦，好似係時候都開始要注意一下我嘅飲食習慣啦。我就上網睇咗一輪嘅資料啦，見到生酮啊、節食啊、斷食啊之類啦。我就覺得斷食咧係會比較適合我，因為比較易實行一啲嘅。生酮啊或者呢個節食咧係比較麻煩，好多嘢都唔食得。
咁而斷食咧，只係需要控制我食嘢嘅時間。咁所以最後我就揀咗去試呢個168嘅斷食啦。咁168嘅意思咧就係每一日有24個鐘啦。咁我中間其實係有8個鐘咧，我係可以食嘢啦。而8個鐘之後咧，我係有16個鐘咧就要斷食嘅。咁例如果我係下晝1點開始食嘢嘅話咧，咁我就可以喺下晝1點去到夜晚9點，中間呢8個鐘裏邊咧食嘢啦。咁夜晚9點後咧，到另一日嘅下晝1點，中間呢16個鐘咧，我就要斷食啦。斷食期間咧，其實我係可以飲水啦，或者飲一啲零卡嘅飲品啦。因為我係斷食啊，我唔係節食啦，咁所以其實我冇戒口嘅，咁一樣會間中食下啲零食啦，飲下汽水啊咁樣啦。不過一定係比以前咧係少咗好多嘅。咁特別係一定唔會食宵夜啦。咁呢個我都覺得幾重要嘅。咁有例外嘅情況咧，就係通常我就係每一個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咧就會去行山嘅。咁我就唔想空肚去行山啦。咁所以每一個星期行山嗰一日咧，我就會破例咧就會食早餐嘅。咁正當我越嚟越投入去運動嘅時候咧，咁喺11月尾嘅某一日咧，我喺度做緊 gym 啦。咁我唔記得係推緊胸定拉緊背啦。咁做下，突然間我 feel 到呢一個位置裏邊咧，突然間 pop 咗一嘢嘅。咁有少少痛啦。我最初就以為係拉傷咗啦，咁又唔係太在意啦，諗住佢過一陣就冇事啦。咁點知過咗嗰晚咧，去到第二朝起身咧，都係有少少痛。咁晏晝我都冇理佢，我照出去跑步啦。咁點知跑完嗰一轉咧，就大鑊啦，開始咧越嚟越痛啦，同埋開始有腫起嘅。再過多日咧，我就痛到咧覺得需要睇醫生啦。走去睇醫生，醫生同我檢查，佢一檢查完之後就好肯定咁同我講小腸氣。哎呀，世界末日啦！根據醫生嘅講法咧，應該係我嘅腹腔外壁咧，因為某啲原因咧有個缺口喺度啊。咁可能我做 gym 嘅時候咧，用力過度咧，令到個腹腔裏邊個壓力太大咧，將條腸嘅部分嘅組織咧，就喺個缺口嗰度咧就推咗出去嘅。咁正常嚟講咧，條腸係會蠕動啦，所以佢有機會咧自己喐下咧就會縮翻入去。但係最壞嘅情況咧就係佢出咗嚟之後咧，棘住咗唔識縮翻入去咧，會比較嚴重啦，有機會個腸嘅組織咧就會壞死嘅。咁小腸氣咧就唔會識得自己好翻嘅，因為咧就算今次好彩佢收翻入去啦，咁下次我再運動嘅時候咧，可能都有機會咧用太大力啊，又將佢又再擠出嚟嘅。咁所以唯一根治嘅方法咧就係做手術啦。咁手術嘅目的咧就係要修補翻個缺口啦，同埋就會放一個網入去裏邊啦，就兜翻住咧，令到條腸咧就出唔到嚟嘅。咁最後等咗2-3個星期咧，就安排咗喺聖誕前咧就做呢個手術啦。手術後醫生就建議咧，起碼要等1個月咧先好再做一啲輕量嘅運動啦。而舉重啊、重訓之類嗰啲咧，就要等4到6個月左右嘅。我係喺12月21號做手術嘅，咁渣馬咧就啱啱好喺手術後嘅1個月咧，就係1月21號。咁我冇理由等足1個月咧，唔練習下就走去跑噶嘛。咁所以手術後3個星期咧，我去咗復診啦。咁可能因為我係做微創啦，咁所以復原嗰個進度咧都算係快啊。咁醫生都認為我可以試下跑下。咁所以咧，最後喺渣馬前嗰1個星期咧，我就試咗跑咗3次啦，去練習下啦。但係可能因為手術前後咧太耐冇跑啊，咁身體未咁快可以適應翻咧，隻腳有啲痛啊。到咗渣馬嗰日咧，其實我都要就住咁去跑啦。好彩最後都可以順利跑完10K 嘅。好啦，講咗咁耐咧，而家就同大家睇下咧，喺開始做咗運動之後咧，我身體嘅變化係點咧？咁首先睇下體重方面啦，呢個表咧只係大概嘅數值，係記錄咗我每個月咧見到自己最低嗰個磅數。喺6月我啱啱開始做翻運動啦，當時嘅體重咧大概係喺77到78公斤左右啦，即係差唔多都有170磅。
6月尾嘅時候咧就開始跑步啦，咁同埋 keep 住又做 gym 啦。去到7月咧，其實已經開始見到呢個體重有啲下降。然後8月、9月嘅時候咧，我再做多咗運動啦，咁加埋咧9月尾我又開始168斷食，咁基本上咧都見到個體重咧係一路下降嘅。咁見到由6月嘅時候最高嘅78公斤啦，經過咗幾個月嘅運動同斷食啦，咁喺12月嘅時候咧就跌到落最低嘅66公斤。咁即係話咧，我喺呢6個月嘅時間裏邊咧，差唔多係都減咗11至12公斤啦。咁即係減咗差唔多25到26磅左右啦。咁因為喺12月嘅時候咧就做咗小腸氣嘅手術啦，咁之後就要休養，唔可以做太多運動住。咁再加上咧又聖誕又新年啦，咁會搞下 party 啊，燒下嘢食，打下邊爐。所以基本上咧24年嘅時候咧，由1月到3月咧少咗運動之餘咧，飲食控制咧都寬鬆咗好多。咁所以見到個體重咧就開始慢慢升翻少少啦。直到去4月中左右咧，我又開始做翻多啲運動啦。咁同埋168斷食咧，我又開始捉翻緊啲啦。咁喺啱啱嘅6月咧，終於又翻去之前咧最低嘅66公斤左右啦。至於身形方面咧，可以見到6月嗰陣咧，啱啱開始做翻運動啦。咁個肚腩咧都係仲係大大地嘅，咁同埋感覺成個人咧都係比較脹。咁喺7月嘅時候咧，個變化其實都唔係話好大。再之後幾個月咧，就慢慢開始見到個肚腩咧係明顯縮細翻啦，平翻好多啦。而整體上咧，亦開始見翻多啲嘅線條，望落去咧就明顯係比之前係乾身啲啦，實淨啲。去到12月，即係體重最低嗰陣咧，基本上都算係最 fit 嘅時候，咁甚至咧開始有翻條人魚線。咁因為12月做完手術之後咧，就要休養，就冇乜點 keep 啦，所以之後嗰幾個月咧就冇再專登影相去做記錄嘅。而家咧就係7月中，咁都想俾大家睇下咧最新嘅 update。咁喺啱啱呢個零月咧，我都開始做翻多啲運動噶啦。咁通常朝早起身嘅時候咧，係會比夜晚臨瞓之前咧輕1到1.5 kg 左右嘅。咁所以我就比較中意咧喺朝早起咗身去完廁所之後咧就磅下，咁樣見到個磅數咧就會開心啲嘅。好啦，而家上磅磅一磅先。好，今日係66.4 kg嘅。我覺得無論係斷食又好，運動又好，啱啱開始嘅時候咧係最辛苦嘅。例如斷食咧，喺頭1個星期咧，肚餓嗰個感覺咧，其實會好難頂啊。但係只要捱過咗第1個星期咧，其實係好快會適應，好快會習慣。咁又例如跑步咧，最初啱啱開始跑嘅時候咧，一定會覺得係力不從心啦。例如我呢啲10幾20年冇跑過嗰啲咧，一定係覺得好吃力嘅。咁但係只要你逼自己跑多幾次咧，其實好快咧就會跑咗條癮出嚟，係真係會上癮嘅。因為我都試過咧，朝早去行山行咗10K 8K 咧，咁夜晚有啲攰，但係都個心喐喐咧，都係要出去跑多轉。講到運動咧，我絕對係一個新手嚟嘅。咁今次拍呢一條片咧，我特別係想將我嘅經驗分享俾一啲可能同我一樣啦，不嬲冇乜運動嘅習慣啦，但係又想去開始做下運動 keep 下啦。不過仍然喺度猶豫緊，又或者未有個動力去開始嘅朋友啦，希望我嘅經驗可以話到俾你知咧，其實去開始做運動咧並唔係一件好難嘅事嘅。咁嚟緊咧，我都會繼續同大家分享一啲關於我做運動啊、跑步啊之類嘅一啲嘅經驗啦。希望大家會繼續留意動物卡西。咁今次就講住咁多先啦，下次再見。